传递医学资讯，共享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医生。已经进入冬天，天气越来越冷，那陆陆续续听到有些朋友说开始流鼻涕，开始咳嗽，鼻子塞。那有些说呢是普通感冒，有些说是流感，有些呢甚至怀疑是新冠的又一次的感染。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的感染，普通的感冒和流感都属于呼吸道的病毒性疾病。普通感冒是由定植的一些病毒，比如说像鼻病毒的感染导致，而流感呢是流感病毒导致，新冠是新冠病毒导致。这三种感染得病以后的症状有很多的共性，三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的容易。但是如果你出现了下面这些症状，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感冒了，要引起特别的注意。首先我们看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快迅速的出现的。如果是普通的感冒，比如说像鼻子塞啊、打喷嚏啊，通常是慢慢开始，然后逐渐加重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流感，那它的症状会突然就来了，而且呢，感觉会强烈很多。第二就是寒战，寒战就是指的因为身体体温的变化而引起身体的发抖。普通的感冒一般不太会引起寒战，不太会引起身体发抖，因为寒战是感染和高烧的一个早期的迹象，在流感或者肺炎或者是新冠感染以后是更常见的。那第三就是高烧，当体温达到38°C，也就是100.05华氏度的时候，就被认为是发烧。发烧表明你的身体正在试图对抗疾病或者对抗感染。一般普通的感冒很少引起发烧，而流感、支气管炎、肺炎和 COVID-19 是更容易导致发烧的。再有就是身体的疼痛、身体的酸痛。一般普通感冒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有一点点身体的轻微的这种疼痛，但是呢，流感病毒感染或者 COVID-19 的话，那身体全身的酸痛感是非常明显的，比较强烈的。这个身体的酸痛常常是伴随着发烧同时出现的。还有就是气喘，如果发生有很明显的气喘，那通常是表明身体有了更严重的感染。比如像肺炎或者支气管炎，那就会很容易引起气喘的这个症状，尤其是人在躺平以后就喘得更厉害。而且呢，气喘、喘息也有可能是过敏性休克的症状。有些人对某种食物、某种花粉或者是昆虫叮咬以后产生的严重的过敏反应，也会出现气喘的症象。还有就是咳嗽，而且伴有痰。普通感冒的时候，一般我们会有轻微的咳嗽，当然这个咳嗽也是让人很不舒服。但是如果咳出来有痰液，也就是从胸部深处咳出来粘稠性的物质，那可能就说明已经进展到支气管炎或者说是肺炎的地步。尤其发现痰中带血，那更有可能是支气管炎或者说是肺炎。COVID-19 通常会引起干咳，痰会比较少，但有的时候也会带出一些痰液。尽管 COVID-19 也有可能咳出血液，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再就是疲劳感，一般的普通感冒很少让人引起疲劳感，就是觉得没有精神、没有食欲。这些呢，往往是流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，但也有可能是 COVID-19 或者说是肺炎或者是鼻窦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症状。还有就是喉咙痛，一般普通的感冒会有轻度的喉咙痛，这也是普通感冒的一个典型的症状。有的时候呢，流感也会有喉咙痛的一个表现。通常在感冒或者说是流感好了以后，这个喉咙痛就会好转。但是如果喉咙痛非常的剧烈，而且是突然发作的，那这有可能是链球菌性咽喉炎的一个迹象。那是一种需要用抗生素来治疗的一种细菌感染，而不是病毒感染了。
COVID-19 也经常会出现喉咙痛的这个症状，而且有些会出现刀片喉，就是嗓子特别疼，就像刀割了一样的那种疼。还有就是头痛，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头痛，但一般来说，普通感冒不太会引起头痛，往往常见于流感或者 COVID-19，也有可能是鼻窦感染的一个迹象。但是呢，鼻窦的疼痛它的位置不太一样，它往往会是位于鼻子的上方和周围的空间这个地方的疼痛。鼻窦的疼痛也有可能是因为花粉症或者说是鼻炎引起来的。再有就是胸部的紧绷感或者是胸痛的感觉，这表明就发生了更严重的呼吸道的感染，比如说是支气管炎，这会是一个典型的症状。支气管炎会导致胸部的紧绷，让你感觉到呼吸困难，特别是很难进行深呼吸。如果说是肺炎的话，很可能会有剧烈的胸痛，特别是在咳嗽的时候，胸痛的特别厉害，有加重的迹象。如果是哮喘，那胸部的紧绷感也是哮喘的一种常见的症状。如果出现任何的胸部疼痛，或者说是胸部的压迫感，我们都应该立刻的去看医生，因为很可能这是一个危及生命的状况，甚至有些是心脏病发作，或者说是肺部栓塞的一个表现。再有就是呼吸急促，感冒呢一般会引起鼻子塞，使得呼吸变得稍微困难一点。但是真正我们所说的呼吸急促是更严重的问题的一种征兆。一般哮喘或者说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发作呢，它的呼吸急促的这个症状是特别明显的。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严重的感染，比如说是支气管炎、肺炎，或者说是 COVID-19 感染以后，也会出现呼吸急促。还有就是耳朵、面部或者眼睛有压迫感。如果你感到耳朵有压迫感，可能意味着有鼻窦感染的情况。那鼻窦感染呢，还会导致眼睛、面颊部或者说是额头周围的疼痛和压迫。弯腰以后，这些症状会更严重。如果你只是感到一只耳朵有堵塞的感觉，那可能是耳部感染引起来的症状。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就看症状多久才消失。流感的症状有可能很严重，但是通常呢，在几天之内就会有好转。那普通感冒可能持续最多10天左右，但如果是肺炎的话，症状可能就会持续1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。COVID-19 或者支气管炎的症状，在某一些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个月。那如果出现任何新的或者加重的症状，就应该立刻联系医生，以便做出正确的诊断，并且获得正确的治疗。所以通过这些症状的分析和比较，我们可以大致的来判断一下自己目前的鼻塞、咳嗽、流眼泪、头痛、发烧可能是普通流感，还是流行性感冒，还是 COVID-19 的感染。因为不同的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不同的疾病，它所要采取的对应的措施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。好，今天关于普通性感冒、流感和 COVID-19 这3种不同的病毒引起的感染的不同症状的大致的区别，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我是丁医生，临床工作20多年，美国认证营养健康咨询师，传递医学资讯，共享健康人生。感谢您的关注和订阅。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健康话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